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2026年的12星座运势已经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上架咯，那还没有看的朋友们，记得赶快去看哦。那我们今天呢要占卜的题目是：有没有人正在暗恋你？如果有的话，和这个人会不会有发展呢？好的，我们会在画面上看到4种宝石做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第一种呢是葡萄石，好。第二种呢是红兔毛，红兔毛水晶哦。第三种呢是东陵玉。好的，那最后一种呢是葡萄石。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呢，请想着你自己，想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最近有没有人在暗恋我呢？如果有的话，和这个人会有发展吗？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呢代表着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人在暗恋，中间这6张牌是现在有没有人正在暗恋你，会不会有一些发展，对方会有一些行动。后面3张牌是你和这个人会，如果有人暗恋你的话，你们会不会有发展？如果没有人暗恋你的话，未来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我们看到是正义牌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宝剑5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皇帝牌的正位哦。这3张牌代表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是有人在偷偷暗恋你的，但是这个人恐怕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就是有时候正义牌的逆位加上宝剑5的正位，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对方可能是从事一些比较黑道啊，或者是从事一些你觉得会让你很害怕的不正当的工作，所以
这样子的对象是有的啦，而且我们皇帝牌看起来就是这个人应该虽然不见得可能是什么大哥大姐大之类的，但是应该混得还不错啦但是这样子的对象对你来说就是有点害怕，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吧，但是有人暗恋你是没有错，那这个人其实也很清楚，就是你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所以他大概也没什么机会可以接近你，所以就只能就是远远的暗恋你这样子但是你会感受到他其实有时候会是比较直接一点，想要跟你接近，但是其实从宝剑我看来，你跟他的距离是还蛮远的啦，是算安全。好，那现在的你有没有人正在暗恋你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3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侍卫的正位跟星星牌那目前你身边有人在暗恋你，这个人算是真心真意的，可能他没有谈过恋爱吧，或者是说他的恋爱经验非常的少，然后他其实是对你怀抱着很多的愿景跟希望，他觉得看到你就看到他爱情上的希望，你对他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存在但圣杯3的逆位代表的是他其实就算是在一些很多人的场合上面，他也不敢主动跟你打招呼，他就比较害羞一点，所以就是只能暗恋你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边还看到另外3张牌，我们看到权杖侍卫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的逆位跟权杖8的逆位。这几张牌其实代表的是这个人其实在你身边算活泼啦，就是如果说跟感情无关的事情，他其实在你身边表现出来也算蛮自然的，但你就不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喜欢你的人，你可能会把他当成弟弟或妹妹这样子，可能跟你年纪有一点差距啦。圣杯2的逆位跟权杖8的逆位都代表着他其实很怕，就是如果比如说跟你告白或是有比较多的行动的话，你是不是会离他而去，或者是会把你吓到，所以他有时候特别是讲到跟感情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退缩，或者是他会有一些行为上举止上变得非常的奇怪扭曲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跟你之间交情算是不错的，但是他就不敢让你知道，然后他会觉得说，这边星星牌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觉得也许现在他可能还没有那个勇气，他觉得他自己的能力还配不上你，但是他觉得他以后他可以，他觉得他以后他可以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跟你在一起的一个程度啦所以我觉得他有在努力。好，我们来看未来2到3个月内你跟这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发展呢？我们看到女皇牌的正位，我们看到宝剑王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倒吊人牌的逆位这几张牌代表的是其实未来2到3个月你跟他是蛮有机会发展，就是他自己后来也慢慢想清楚一件事，就是说你可能也不见得是，可能你有告诉他说你喜欢的对象不见得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那女皇牌正位其实也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他自己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没有那么的差，然后他也开始找到自己的价值。宝剑王牌的正位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自己慢慢想清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敢去表达，他发现他自己其实也不错的时候，或许是你给他了一些信心了所以他会觉得说 OK， 那或许我可以拼看看试看看，所以他就不会再去考虑这么多，他就愿意去试看看拼看看。那这几张牌代表着你和他之间在未来2到3个月内会有一些往感情方面发展的一些状态，甚至于就是可能不见得会在一起，但是你们之间会有一个暧昧程度蛮高的一个感情互动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发展算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喜欢这样子的对象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一点，因为他其实有点害羞。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好的，我们要继续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你是不受局限的。这宇宙在提醒你，就是有时候你在看待感情这件事情当中，你也会给自己设下很多框框条条啦。但这宇宙会告诉你，就是很多时候年龄不是距，身高也不是距，最大的距离是在于你在心里就把那个距离给摆了出来。那如果你把这个距离给消除掉的时候，你放宽心，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的局限，不要这么多的想法去局限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的爱情会走得更顺。好，活在当下，梦想未来。若敢于梦想，万事皆有可能。这宇宙会告诉你，就是这个对象其实真的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年纪有一点差距，然后你就会缩回去之类的。其实这宇宙在告诉你，万事皆有可能
就是以心聆听。这个人其实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都会用很真心的话去告诉你他的一些想法，其实他也会给你一些暗示，只是有时候你就没有很仔细听啦。那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仔细一点听的话，你就会听出他话中有话，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好，就是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12张牌哦，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有没有人在暗恋你，中间这6张是现在你身边有没有人在暗恋你。后面这3张代表的是，如果现在有人在暗恋你，未来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发展？那如果现在没有人在暗恋你，未来会不会有人在暗恋你呢？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愚者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6的正位。这几张牌代表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身边是没有人在暗恋你的。愚者牌，其实愚者牌在塔罗牌当中就是一个0的意思。那0它有时候会被标成0号牌啦，所以它的意思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的意思。身边的人其实对你是没有，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而已，其实并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想法。那宝剑5的逆位跟钱币6的正位，其实代表着你身边的人其实大部分就是朋友，要不然就是真的就是把你当朋友，或者是跟你有一些金钱往来、工作往来的同事、朋友之类的，它就是维持一个互动而已，并没有人是暗恋你的。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哦，现在你身边有没有人暗恋你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国王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6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恋人牌的逆位。你身边的朋友其实一部分，你身边的人其实是有人跟你有一些互动，但这种互动其实不是喜欢你，而是他从你身上感受到一些安全感，或者是你是一个蛮会安慰别人的人，所以他在你身边有感受到一些温暖。权杖5的逆位跟圣杯6的正位其实讲到一件事，就是说接近你的人其实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安慰跟一些安全感，但不尽然是对你有喜欢，因为恋人牌这边是逆位，代表其实他真的也没有在感情上想要跟你有什么发展，但是他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也许是一些安慰吧，所以他就会觉得跟你互动是好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是喜欢上你。好的，我们这边呢还看到另外3张牌哦。第一张是钱币9的正位、钱币7的正位跟权杖9的逆位。这几张牌其实讲到了几个点，就是这些人会接近你的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算是一个成功人士，然后你也有不错的颜值，或者是你就是这些人喜欢的类型，工作表现或者是你自己的身世背景都蛮不错的，加上你不是一个难接近的人，因为权杖9的逆位代表你对别人其实没有太多的一种提防或者是难接近的状态，所以这些人接近你在你身边的时候，一部分啦，有一些人是为了想要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有一些人在你身边出现是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然后跟你相处起来你也蛮照顾他们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啦。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你身边的人也没有人是在暗恋你的。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那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牌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6的正位，还有钱币2的逆位。这3张牌代表在未来2到3个月当中，你身边会有一些人算是对你是蛮有兴趣的，但是这种有兴趣其实也没有到爱情的成分，它比较像是崇拜你的表现，特别是你的一些工作上的成绩啊，或者是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累积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强很厉害，然后敬佩你的人、佩服你的人、崇拜你的人相对比较多一点，但有没有到暗恋其实好像也没有哦。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从现在到未来2-3个月，你身边其实不太容易会有人暗恋你啦，其实对你很好的真的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而且这种是想要跟你当朋友当很长久的这种人，所以也没有什么真的是感情上想要跟你有一些发展的人。
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要继续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从事微小的善行哦，这宇宙在鼓励你直接一点啦，就是说如果你对谁有兴趣的话，你就去做一些对对方好的事情，不是那种去很明显的去一直追求对方做一些什么事情，而是说他有需要什么就去帮忙他一下。这个人对方其实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一些善意，就算他不会成为你喜欢，就是他最后可能他没有对你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可能会介绍别人给你哦。第二是锻炼慈悲心，有时候这个宇宙在提醒你的点，就是从这张牌上面我们会看到很清楚的点，就是这宇宙觉得你在选对象真的太一致了，有时候你的条件就是定的比较死一点，或是你总是只想要某一种类型的人，这宇宙要你换个角度看事情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对象就是被你排除掉的，其实真的也没那么的差，可能你换个想法就会好一点。好，最后是爱让一切变得不同哦。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一样，那这宇宙让你反思一下你自己对爱的定义。这宇宙在告诉你，爱其实是可以疗愈过往伤痛，可以给别人安全感，可以给别人增加自我价值，可以增加别人的自我珍惜、自我珍视的感觉。那么有没有人是带给你这样子感觉的对象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对象是不是一个也不错的选择呢？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对象也不错的话，你要不要主动一点呢？好，就是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人暗恋你，中间的6张牌代表的是现在呢有没有人正在暗恋你，后面3张代表的是如果现在有人暗恋你，那你们会不会有发展？如果现在没有人暗恋你，那未来你身边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哦？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前3张牌，第一张牌是圣杯3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钱币6的逆位跟圣杯王牌的正位。这一张牌代表的是过去你身边有人喜欢你，但不是暗恋，就是其实也蛮明显的啦，但是对方的动作并不是很直接就对了。圣杯3的正位跟圣杯王牌呢，其实都代表的是其实你身边有喜欢你的人，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但是这些人跟你就是保持一个有点小小的互动，一个暧昧的距离，但是好像又没有很直接的去跟你有一些比如说追求你，或是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因为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钱币6的逆位哦。这些人其实实质上去追求你的动作并不是很多啦，但是会很明显的让你知道对你是有兴趣的，比如说可能有空没事聊你一下，或者是跟你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互动，你会知道他们对你有兴趣，但是可能你的态度让他们觉得你不是这么好接近啦，所以就会可能有一点距离吧。好，我们来看中间的6张牌，现在你身边有人是暗恋你的吗？我们看到的是钱币王牌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正义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6的逆位哦。其实从这几张牌看来，我觉得你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务实踏实的人，然后你身上就是有一种浩然正气，别人不是很容易接近你。好了，正义牌这一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在为人处事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寸的人，你知道跟谁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你知道怎样的关系应该是要怎样的距离，所以你不是一个好接近的人。那钱币王牌的逆位跟圣杯6的逆位都意味着你身边的人其实也知道你是这样个性的人，所以如果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对对方没有兴趣，他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对你对我没兴趣，然后也就不会有什么持续想要暗恋你的感觉。然后圣杯6的逆位也代表着有时候你最近处事的态度相对比较刚直一点，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你在感情这一块是不是也比较冷酷一点，所以也算是有吓走一些人啦。好，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钱币4的逆位、钱币8的正位跟女教皇牌的正位女祭司牌的正位。这一张牌其实讲到了几个重点，就是你其实不是一个好接近的人，你的时间大家都用在工作上面，然后当然你也是很照顾身边的人，就是你该照顾的你都不会缺，但是有时候谈到感情这一块的时候，你就比较内敛一点，然后有时候你会流露出一种你好像有喜欢某个人的感觉，就是你的内心有一个白月光，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喜欢的对象，然后你时不时可能会流露出这种情绪出来，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大概没希望了吧，就不会把希望放在你身上，而且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所以有时候你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认真到别人没有办法或是不敢去接近，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吧。好，然后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那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其实会有的啦。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3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骑士跟圣杯骑士2个骑士都代表着对你有兴趣的人出现在你身边。那为什么是暗恋呢？因为这些接近你的人钱币3有时候跟学习是有关系的，或者是互动，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合作是有关系的。未来2到3个月，你身边会出现1、2个对你有兴趣的对象，这些对象其实就会经由这些，好了，他们就是找个理由不断的想要去接近你，你也会感受到他们对你是有兴趣的。那会不会有发展呢？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是建议你就多认识一下啦，因为其实以你的从我们前面这几张牌看到的，就是你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那有这种愿意直接的想要去试看看的人，我觉得是有勇气的，那你就给他们一些机会嘛，多认识看看，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多认识多了解。而且其实权杖其实跟圣杯其实都代表的对方算是真心，而且会还蛮直接的，那甚至于会从一开始的有一点暗恋变成之后比较明显。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多认识一下。亚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亚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亚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亚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亚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爱的絮语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给予支持，以真心付出来表达你的在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一个凡事很有分寸的人，有时候你觉得不可以的事就是不可以，不要给别人一些错误的预期，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想法，或是错误的感受。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在乎某个人的话，你真的喜欢对方的话，你就该付出，不管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你该要去付出的时候，你就要表现。好，第2张牌是回归你的真心所爱。现在的处境提供你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宇宙在告诉你，最近你身边可能没有人暗恋，没有人对你特别有兴趣，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把握爱的机会。好，这宇宙就要告诉你，未来2到3个月如果有对象出现，我们刚才塔罗牌看到有对象出现的话，请把握住，好吧？这对象真的应该是还不错的，连宇宙都推荐你。好，就是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好的，选择到葡萄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葡萄石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你的身边有没有人暗恋你？中间这6张牌代表的是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人暗恋你？会不会有感情的发展在最近？好，后面这3张代表着，最后这3张代表着在未来2到3个月内，如果现在你身边有人暗恋你的话，未来会不会有发展？或者是未来你身边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
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看到的是宝剑骑士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4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倒吊人牌的正位。好，那这几张牌呢，其实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是有人在暗恋你，但就是想想而已。宝剑骑士的逆位加上钱币4的正位，其实都代表着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暗恋你的人，其实他更爱的是自己啦。倒吊人牌代表着他这个人其实对你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是这些想法还远不及于他爱他自己。好，那这个人呢，其实另外就是他有表达上的困难，他就是一个比较被动不会主动表达的人。能看到宝剑骑士哦，所以其实整体看起来这几张牌就代表着对，过去是有人是暗恋你的，但是就不主动或者是放在心里想想而已。好，那现在你身边有没有人是暗恋你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3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钱币10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6的正位。好，这几张牌代表的是你身边其实有人是在暗恋你的，这种暗恋是想要跟你有一些发展的暗恋，其实算是真的应该跟之前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他其实算是对你是蛮有好感。那这个好感是建立在于你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可能你给他很多帮助，不管是实际层面的或是心灵层面的，你曾经给他的帮助上面都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在心灵层面上面，你可能听他讲了很多事情，你给他一些言语上的安慰，他整个人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灵上的避风港嘛，好像也没到那个地步啦，但是你给他满满的安全感，他就真的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好。而且呢，我们这边还看到了另外3张牌是圣杯9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5的逆位跟钱币6的正位。好，这一张牌代表的是他其实很清楚，他不是只是因为你照顾他，他就喜欢上你哦，他自己也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你是符合他所有择偶条件的。会这么说是因为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9的正位跟权杖5的逆位哦，这2张牌代表的是他在你身边，他就有一种快乐的感觉，这种快乐是满足的、开心的，然后有爱的。权杖5的逆位其实就代表他其实没有任何的一点怀疑或者是纠结啊，他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对你就是符合他所有的条件，不管是实质上你的一些反应啊、态度，还有他对你的感觉，其实爱情很重视感觉这件事情，他对你就是有爱的感觉。钱币6的正位也代表着他其实会打算有更多的对你的一些付出跟行动，来让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但这个行动可能就是会一步一步变多吧，不会这么的快啦。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你身边有没有人暗恋你，或是你跟现在暗恋你的人会不会有发展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的正位、圣杯10的正位跟权杖王牌哦。那现在暗恋你的这个人，我觉得在之后他会有更多更直接的一些行动，因为权杖王牌就代表着他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往前冲。然后圣杯2的正位甚至于代表着他会告白，圣杯10我们这边看到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发展，所以我会觉得未来2到3个月，你跟目前暗恋你的人是很有机会可以发展成交往关系的。那如果当然这个部分除了对方直接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之外，也要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啦。但我们从塔罗牌上看起来是这个人应该会让你满意，所以应该还不错啦。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就到时候就是恭喜你咯。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妙爱的虚拟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的，第一张牌呢是爱原本的你哦，这宇宙在提醒你，就是现在喜欢你的这个人有时候会让你有点害怕的主要原因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好，但是其实他有真正看到你美好的地方，所以这宇宙在告诉你，你要学着爱原本的你，其实你很棒。好，我们来看到第2张牌哦。第2张牌是当作你身边有伴侣。那这张牌其实讲到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有时候你并不会去，好，你并不是一个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有时候你觉得爱一个人也不错，可是你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爱你的人在你身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有时候你对于爱情这件事情相对比较或许没有兴趣，或许比较麻痹，或者是感知力比较差一点的最大原因就是你有时候就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过也很好。
但是有时候这宇宙会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谈恋爱的话，你有时候要思考一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爱你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他们？这其实是一种练习啦。当真的有人主动对你示爱示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我该怎么去反应？好，最后是我爱你这句话很重要。有时候可能你是一个不爱讲这句话的人，但如果说好，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如果这个人正式的告诉你他很喜欢你，他追求你，他想要跟你有一些感情上的发展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真的对他有感觉，你就要告诉他我爱你，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该说的时候就要说出来。好，就是选择到葡萄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